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橙子，我是小丽鹏，我是一名视频博主，一位坐轮椅的女生。我是她的男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继波，我是一个喜爱文学创作的人。这是我老头。对，我是他老头。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12年了，有一个6岁的女儿。残障人士和健全人士的恋爱是什么样的？我们邀请了2对残健伴侣，征集了对此感兴趣的网友，让他们向残健伴侣抛出自己心中的好奇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你好。Hello， 一开始你们是怎么碰到的呀？我们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，我们是同事，但是我们是在离职了之后才在一起的。我们2个人当时是通过一个电台的节目认识的，我们2个当时也都是下意识的有那种好感吧，对对方都会有那种潜意识里的那种。这算是一见钟情了，算是吧？应该算是。当时是怎么跟大姐表白的呀？当时我和他说的是，我可以做你的身体吗？好浪漫呀！我的天，我真的觉得好浪漫，大哥，哎呀，太会了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女方接受了就是男士您的这个爱意了吗？接受这个表白了吗？从心理上我是接受的，但是从现实方面我是不太敢接受，因为觉得不太可能。但是我就是死缠烂打啊。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，你知道我把他约在哪儿了吗？啊，我把他约在我们市残联，因为没有多少人是能够愿意走进残联的门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残疾人。哇，你就在那个里边，那么多全是。我当时在聊天当中表达对他的欣赏，其实我的印象当中，我应该是说，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好人，我也蛮喜欢你的，就是类似于在就是日常的聊天过程当中，表达了一个自己的赞赏。我觉得刚才我女朋友应该是陷入了一些记忆错乱，她就是我应该也不会自信到说女生跟我说你是一个好人，我就会觉得她在跟我表白。你是个好人，我挺喜欢你的。对。那你们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家里人公布了你们的恋情吗？就是因为刚好过年回家了，然后我妈就会问我说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就是她？然后我说是啊，然后我妈就啊，然后陷入了沉默。陷入了沉默。什么类似于很激烈的一句话，就是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儿子？其实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，就是让父母觉得说残障人士好像也可以生活的跟大家没什么不一样。我听到他妈妈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时候，我也会安慰自己说，他是因为不了解残障群体，所以他的这个东西他是指向于一个不明的群体的，他不是因为你不好或者是你有问题，就是你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很棒，你很好。当时我家亲人看到他之后，完全都哇，就不能说是就那样的。其实我家里人也是全部都反对，因为觉得他小。因为我当时太小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只有23岁。然后我也和他差了9岁嘛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奶奶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这年纪太小了，将来不要我孙女了怎么办？那您带女方一起去出门的时候，可能会多少会受到外界的一些不礼貌，或者说尖锐一点，会有一些质疑。然后受到这种质疑的时候，您是主要如何平衡心态的呢？以前我听过别人说，他亲口对我说吧，他和我说，你应该把他给让给其他的和他一样病的男孩。我的这种行为是很自私的，有的人就是看他会看很多，或者是用
异样的眼光看他，我就也有可能会出击，就是骂他。二位是东北人对吧？东北里面好像有一句引发战争的话叫做“你瞅啥呢？”对，你瞅啥呢？你瞅啥呢？瞅啥？是因为姐姐的这个身体的障碍，然后在生活方面造成一定的困扰吗？基本没有，然后而且还让我很意外，给我感觉他也就是很强，你很厉害呀。我是一个母胎 solo 26年的轮椅党，然后我还有一个比较害羞的问题，就是说两脚说啪的时候会迁就一下自己的另一半吗？那当然需要啊，但是我跟好妹妹在一起之后，其实我早期是很难欣赏她的身体的，也需要了一段时间，可能就几个月，我也回忆不起来了，但是就开始慢慢的会接受到了这个现状，然后也并且不会，他就不会包责任，就是在困扰你了，对，需要一个过程。其实当时我们因为这个可能差点分手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嘛。那你欣赏不了，你爱长腿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不是啊，我是细腿妹啊。我觉得轮椅党跟两脚兽在一起的话是有屏障的。我姥姥生日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大舅就跟我讲，你不要相信什么爱情啊什么的，你找一个就是非常就是说找一个健全人吧，他会揍你，就是把你就是打到小黑屋里面，然后门一关，给你轮椅一扔，你自己哭去吧。就是你会害怕吗？你会怎么想的？针对这个，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学会接纳。我说的接纳不是接纳别人，而是接纳你自己。对，你接纳了你自己，你所有的东西都接纳了，别人才能接纳，然后你之后的那些问题才会迎刃而解。我在认识我老公之前，我的妈妈和邻居就跟我说过，要介绍一个农村的对象给我。我说我的婚姻不能等价交换，我们的婚姻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那种婚姻。对，如果为了结婚而结婚，我还会选择你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应该单身。如果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话，可能我也不会选择你了。OK， 好的，姐姐过来人给你讲一些人生道理。我觉得我非常理解你。我建议就是不要因为避免一些伤害而去专门找残障人士。谈恋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，而不是比如说，而不是一个坐轮椅的生物和一个直立行走的生物在谈恋爱，其实是人。你一定要看到，你不仅仅是一个轮椅党，其实你不应该用轮椅党来形容你自己，因为我相信你肯定还有很多别的标签。不要让自己在这个事情中被伤害，然后你就积极的去追求任何一个你想要抓住的优秀男性或者女性。对，可以主动出击啊！对啊，好的好的。你人活一世就是这么短短体验派，这是2个体验派给你的建议。好的好的。有没有出现过哪些瞬间是因为大姐的身体不便，然后让大哥觉得说，虽然身体不便，但又感受很好或者很哇塞的这种时刻？我可以顺产啊，对，这生小孩也是算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哇塞的事儿吧。有，就是，哎呀，其实是在占了一些社会的小便宜，或者说他的残障身份的小便宜。比如说，很多设施啊都是有无障碍的绿色通道的嘛。比如说我们去迪士尼，或者哪怕我们做核酸，都是有全线插队的。然后在这个事情上，我借着我女朋友的光，反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你看他讲这些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负担。他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一种挺好的东西，他很坦然的接受了。可能对于残障群体本人来讲，有时候就哇，是不是有点负担？然后我插队了，然后哇怎么样？我不知道2位会这样认为吗？
就是你们两方的相处模式是一种天然的不平等。因为我们在一起已经5年了，我觉得更多的错了，我们在一起6年了。没到6年，没到6年。好了，无所谓了啊。对，反正我们在一起很久了。他妈妈以及他身边的人总会问他说啊，那你现在年轻还行啊，你抱得动他，但是等你老了你怎么办？但是我会觉得我还蛮自信的，就是我觉得等我们2个都老了之后呢，我应该是更有一个当老年人的经验。像包括怎么去选轮椅啊，然后怎么样去照顾比较退化的一些功能，包括比如说我也会跟其他的障碍的类型的朋友交流，能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辅具能够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，以及如果他哪天走不动啦，我会知道去找那种什么转移机、护理床，然后也能够把他照顾得很好。但是就是我有一个负担，就是他太爱干净，以及呢他又觉得他一个人做家务受不了，就觉得要关系平等，就会要求我一定要做一点家务。所以我现在的额定的工作就是洗碗，他会把那个晾干的衣服收起来，他只收自己的，然后把我的放到床上，就是这是我一定要做的2件事情，否则他就会心里很难受。所以可能他这样的一种方式，说不定是更好的，就是更好啊！你还要再多做一点。我不一样，我把钱给你。然后想问一下哥哥姐，你们在一起有没有就是至暗的时刻，就是你觉得特别黑暗的时候，特别难熬的时候？其实，在我和他认识之前，那都是我20多岁的时候，我自己在和自己较劲的时候，我曾经自杀过，没有死成 OK 那就算是我赚到了，我又重新活一次。就因为不知道就是姐姐的残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，就是有没有担心过要小孩会不会遗传呀，或者小孩是否健康呀，有过这个担心吗？我的这个脑瘫是因为我母亲生我的时候，那个脖子缠到口，她不知道用力，就停了那么几秒钟，然后我就变成因为脑缺氧就变成这样了。那你们会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家庭情况呢？就是你们会担忧吗？就是比如说他会因为你们这种有一方是在社会上面，目前的社会上来说可能会是受到一些矮化的一个人，而他会去就是使他也在社会上就是受到了矮化或者是歧视这种。我觉得小朋友没有这种善恶这种歧视观，对，小朋友反而会觉得我的妈妈坐轮椅她超酷。你看我能够找到一位陌生人成为我的人生伴侣，他能够接纳残障，那我生下来的小孩难道不可以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更自然的一件事情。开家长会我也会去，幼儿园有一些小活动啊，我也会去。他不会。每次他妈就是去的时候，他都特别开心，他都会特别开心。他没有说啊，我老妈是这个样子，妈妈你别去了什么。妈妈你别去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在一起觉得最开心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？我们两个最开心的就是我们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聊。你自己知道我想到的是啥吗？啥？他能给我穿袜子，让我感觉特别开心的一个小事。如果有一天你们醒来，突然发现你们的身份互换了，然后你变成了残障人，然后他变成了健全人，你们体验了彼此的那个状态，你们会做什么？我感觉我应该会开心吧。我会和以前，我会和平常一样的生活。我觉得你突然就变得都特别自然了，你也会不是很舒服的，就是那种。对。我也能跑，我也是能跳了。我还能大跳了，哎我，我好难受啊！我怎么还能大跳了呢？会不会啊？你说不定你也会很难受。
啊，其实我是挺期待好妹妹能够体验一些健全人的生活的，对，就是即使说我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，我觉得我也应该是能接受的。而且我轮椅使用技巧很高的，所以他有尝试过我的各种轮椅，就是驾驶技术非常的娴熟了已经啊。其实我并没有一种执念说，我一定要站起来，我一定要体验直立行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我没有这样的执念。其实我要如果想体验残障的话，我现在就能体验了，就是一样的嘛。我现在基本上什么都看不清楚的，所以就是平等正视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有想象力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这个问题。感谢你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我们还真的没遇到过。对，我们要去想象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姐姐，我也确实是现在太不相信了这个。加油，相信你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解答，我觉得给了我一些信心，谢谢你们。没关系。可以看真人了是吗？可以了，你好。哇塞！啊，大姐太酷了。看起来好小，对啊。哎呦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一个广东人，海南人，差不多。我真的就是我昨天还看你们的节目来着，真的觉得我是社恐，很严重的社恐，我要逃。3、2、1。